第3位演员，老朋友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掌声欢迎步惊云。Hello， 大家好，我是步惊云，大家好。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下雨吗？哎呦，吓得我一出门就想跟人聊天气。一个陕西人搞得跟英国人一样。其实我不喜欢下雨，因为小时候我家一直住的是平房，只要下雨就漏水，而且一下雨我妈就对我爸骂骂咧咧。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不喜欢下雨，我妈不喜欢我爸。一到雨天，我妈就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放地上去接，你听多了都能区分出他们接水时的区别。啪是盆儿，咣是碗，啊，是我踩翻了盆，我妈打我的声音。那种雨声我很难听，但现在说是叫白噪音了，可以助眠。我用不了啊，因为我小时候住的是4D 的雨景房，不会越听越放松的，会很紧张，但又不敢睁开眼，怕一睁眼天花板给我滴眼药水，又怕闭着眼睛真睡着了，被子从3斤变5斤了。当时家里漏雨太严重了，我就发誓我长大以后绝对不住别墅，我做到了。小时候最怕那种雷阵雨了，这个时候我爸会着急忙慌的抱着一捆塑料布，扛个梯子让我帮忙。哎呦，给我爸扶梯子简直是我的童年噩梦，太紧张了。不知道为啥我爸老穿拖鞋去爬梯子，老做那种打滑的动作，他每滑一下我的心就揪一下，我站那儿都开始胡思乱想了。我说哎呦，如果我要是滑倒了把梯子铲飞，我爸不就被我发射出去了？哎呦，那可不行，我想保护好他，我甚至把我的脚趾头从拖鞋里面伸出来去抠地，根本抠不住，我越用力那个脚就越滑。有一次使劲一蹬，拖鞋都变脚腕了。抬头想看看我爸伟岸的背影，没有，只有个屁股。看我爸哆哆嗦嗦上梯子还挺感动呢。哦，父爱如豚，为我遮风挡雨。正想呢，我爸突然说：“来，你也上来。”然后我就看见我爸用2个手指头捏住那个梯子，他在假装扶着，嘴里的烟都没舍得掐。这也太心大了！我一边爬梯子一边想，不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吗？我妈怎么还不嫁人呀？上去之后跟我爸好不容易把那个防雨布铺好，第2天雨一停，我爸又说：“走，上屋顶。”我说怎么又去呀？我爸说太阳把防雨布晒坏，下次没法用了，走上屋顶。所以我不爱听周杰伦的屋顶。什么在屋顶唱着，不可能，周杰伦没上过我家的屋顶，他上去一点唱歌的心情都没有了。因为我家的屋顶上面很脏，有大风刮来的垃圾，有一个坏的太阳能热水器，还能看到有钱邻居家的2楼。雨天还要撑着一个破伞去学校，有一次大风把我伞都吹跑了，但我依然这么举着走。旁边的人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不管就这么走。有时候只要你足够坚定，别人就会怀疑自己。对，我就这么抽象。我跟你说，穷人家的孩子早抽象。到了教室，书包都湿透了，把作业本掏出来，纸都粘成一坨了，打不开，很绝望。老师问：“你作业写了吗？”我说：“写了，但你看不见。”老师感觉我在嚣张，说：“那你再写一遍。”我说：“铅笔受潮，写不出来。”他说：“你再这样，我就要叫你妈来了。”我说：“伞在我这儿，他来不了。”所以在老师眼里，我们这一家人啊，穷横的。我那会儿唯一跟外面世界的链接就是看电视。我爸给平房顶上装了一个铁圆形的电视接收器，如果一刮风，电视就会串台，一下雨就没信号。我每天写完作业最期待的就是蹲在电视机前等老天爷上台看。但是一到刮风下雨，那个电视机里的人就会变形。有一次我看的海尔兄弟是3胞胎。我最崩溃的是看《还珠格格》大结局那一天，紫薇跟小燕子不上错花轿了吗？尔康掀开盖头一看是小燕子，哎呦，我家电视滋啦开始响，我赶紧喊，我说爸，快上屋顶！我爸好厉害啊，他上去捣鼓一会儿，直接挑出3个字：全剧终。我说啊，
尔康娶了小燕子，我当时天都塌了。我能理解爱情是痛苦的，但是再痛苦也不能乱来吧。后来看情深深雨蒙蒙，何书桓和依萍在雨中亲吻的时候，我一下就敏感了，我太懂依萍的心情了。你说下雨天他俩为啥去路口亲呀？因为依萍家住的也是平房，依萍不好意思让书桓去他家，我懂。如果是我，我也把他带外面。你说这种漏雨的家，你怎么把他带回去谈恋爱呀？啊，人家刚一进门坐沙发上，哎，屁股湿了，刚跳起来盆踩翻了，啊，有点尴尬，想逃离现场。刚一出去，我爸扛个梯子走上屋顶。看到这儿，我就在想，住这种漏雨的家就不要谈恋爱了。对哦，我本来就不能谈恋爱，当时我才6年级。确实，当时有一个喜欢的男孩，我俩一起约好上下学，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家在哪儿，我就告诉了他一个假地址。也就是说，我每天要早起半个小时，先骑自行车去一个假的家门口等他，然后一起去学校。放学跟他一起先回到假的家，我再骑回来。坚持了1个月，我就扛不住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2个家的人好累呀。有一次下雨在家很烦，我就说，哎呦，讨厌死雨了，我希望永远都不要下雨。我爸听见噌站起来教育我，胡说，春雨贵如油，多少农民等这场雨呢，你懂不懂啊？我说春雨有多贵，拿盆接满可以给我换个新电视吗？我爸说你再顶嘴我就把电视机关了啊。切，威胁不到我，下雨天本来就没信号。所以雨天在我的印象里就是狼狈尴尬，想不到什么美好的词儿。后来我家已经不住那种漏雨的房子了，但我还是很难再去喜欢雨天，就像有人一下雨腿就会犯风湿一样啊，生理反应。我也是，一下雨腿就难受，我想爬高。长大以后我才发现了一个很残忍的真相，其实我家在西北，雨水并不多啊，那为什么我的童年记忆里一直在下雨呀？因为每一场雨我都实实在在的淋到了。等后来我有了女儿，她不一样，她非常喜欢下雨。有一次雨天，她穿着很可爱的小靴子，打着卡通伞，很开心的在雨里跳。哎呦，我看着她的时候就想，你的童年我的童年还好不一样啊。她一边踩水坑正开心呢，突然又很失落，说妈妈玩不了了，我还得写作业呢。我顺手就把书包扔到了雨里，我说玩去吧，妈妈有办法。谢谢你们，我是魏云，谢谢大家。这是挺感人的，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么柔弱的一面。来，步惊云，索票倒计时。谢谢。是因为前段时间上海没雨，然后才让你写着这个。对，就是雨天的时候，一下就想到小时候的记忆，就写了这一篇。步惊云那个这一季整个的表现，我就觉得步惊云现在在我心目中的位置非常的高。他有特别强的舞台掌控力，真的是。刚才我刚说了信念这件事儿，步惊云每回演出就是稿子，然后再加上整个人合一的。是的，对，然后就特别有信念，而且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我这个今天的灯就是给那句话拍的，说的是你够坚定，别人就怀疑自己，别人就怀疑自己。哇，我觉得就是总有一些这种力量一下打进心里。哎，步惊云是去看了他的大老师的演唱会。对，我上周带着我女儿去看了大老师的演唱会啊，那天真的我感觉，哎呦，尤其我跟我女儿一起在蹦的时候，有一种我俩的童年在大好时光的现场碰撞的那种感觉，很美好。谢谢大老师，谢谢大老师。哇，谢谢您啊！步姐告诉你一个消息，哎，春春也要开演唱会了而且今年就会开是吧？啊，对，没定呢。对，但今年肯定会开啊，所以我也就是特别想邀请。对，谢谢。你看，就是我们今年小团特别好，大家还都可以送礼物，互相看演出啊，互相看演出。我们看您演出，然后您来看我们演出，很开心的，很开心啊！值了。我其实看步惊云看了这么多场，尤其上一场看得灵魂出窍。我现在这么多期看下来，发现效果最好、最炸和最招人喜欢的是你性格里那个非常强的那种气场强大的那种坚定、攻击性。
特别是当你攻击那些丑陋的、落伍的、该被历史淘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光芒四射。我想跟观众说一下，就是看脱口秀不用那么善良，因为我知道现场来的观众可能会道德感更高、更善良，大家会讲一些惨呀或者什么经历，大家会替你紧张，因为后面的选手他们可能有的话题也会很沉重啥。其实我们在舞台上就把你们当朋友一样，就是想分享我们内心可能最脆弱或者最什么的一面，希望大家就轻松的看，你的雨是在我身上，你们听就行了，你们不要有那种道德压力，好吧？不要有那种压力啊。其实今天这篇我还蛮喜欢的，虽然就是布姐在我们心目当中是一个高燃高能的这样的一个脱口秀演员，但是我觉得难得有机会在现场去听她讲一个非常温馨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特别触动我的点是在于在我6岁之前，我们家也是住在一个平房，然后那个平房呢会有跟它相同的地方，虽然没有把很多盘和碗拿出来，但它也会漏雨，所以我记忆当中是有这样的画面的。还有一个最深刻的画面，就是因为那个平房光线很暗，所以我记得我爸爸在那个平房上面开了一个方形的一个口，其实它是天窗，它类似于，但是它不是个天窗，它其实上面是一层很硬的一个防雨布，所以在晴天的时候那个光线会透进来，在下雨天的时候你会看到上面有雨滴，所以这个画面是完全能够触动到我，我是非常带入进去的。然后直到我现在工作之后，我在更多的时间其实我是在北京，那北京其实雨水很少，所以每当北京一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些在成都的一些生活，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其实是特别珍贵的，所以我很喜欢今天这个。再次掌声送给步惊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智胜回到舞台。第二个三人小组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步惊云得到的票数是300人吗？步惊云要回到待定区。我先上去。好嘞，等我。我能想象布姐野性的一面，但我很难想象布姐这么脆弱的一面。我觉得布姐她所讲的故事都是很掏心窝子的，而且非常真实。就是我听完，我是会更了解布姐的成长背景，然后也更明白她走到今天这样，养活她的家庭，然后把她小孩养得很好。其实她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难的。这是我听过布姐最柔软的一篇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柔软的一面，平常给人的形象太强了。这一篇讲这个，我觉得作为观众我是有被触动到，见到了不一样的她，展现温柔的那一面嘛，就不一样嘛。因为人本来就有很多面，喜剧演员需要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的每一面慢慢的展开。反正布姐的那个专场非常好，她可能不巡演了，但是私底下的经历还是要带到。对，我就这么抽象。我跟你说，穷人家的孩子早抽象。你管别人怎么看，向死而生，活到发疯吧。终于明白为什么老板都爱发火了，4个字：无能狂怒。你知道一个女孩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活着，活着呀，啊，活着。我成为他的粉丝是从去年开始的，他开挂了，很激动，就是整个段子让我热血沸腾的。没想到短短的1年，在原来脱胎换骨的那层台阶上，又上了3-4个台阶。他永远能够用他的表演来表达出来一种对外界的洒脱。就你一直在蜕变，你长成了这么美好的样子，我觉得太为你感到高兴了。能够有此刻的这种震撼，我觉得感谢你的演出，也感谢生命能带我来这个地方看到你的演出，谢谢你。好了，散会，我是步惊云。徐志胜要抽取自己的对手了。徐志胜将面对的是漫才兄弟何广智、孟川和毛豆。就这么跟你说吧，我都打不过。来，徐志胜开始抽。啊！川哥，